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《名将》，选用的角色是忍者。因为最近有几个小伙伴给我留言说想看名将，但是想看弱一点的人物。当年使用忍者的小伙伴确实比较少，一般最喜欢选用的就是刀手。队长也可以，毕竟跳起来可以喷火，是一个 AOE 的攻击。婴儿的话攻击力很高，现在很多大神速通的话都喜欢用婴儿。忍者这里的特色就不太明显了。这里是游戏的第一关，场景是银行。BOSS 叫多尔格。按照卡普空的一贯惯例，第一关的 BOSS 甚至是第二关的 BOSS 到游戏的后期就变成了精英怪。忍者的名字叫做金祖，这是美版的名字，来源于一种餐刀，据说是非常锋利，这和游戏当中它能够把敌人切成两半也有很大的关系。但是在日版里边，忍者的名字叫做翔，和快打旋风的凯一样，是武神流的传人。他手里拿的这把刀叫做仆从之剑。从这些资料里大家就能够看出来，卡普空在做到名将这款游戏的时候，游戏的相关设定已经非常的完善。第二关的场景是博物馆。这款游戏的背景设定发生在2026年，听起来就快了呀。地铁城里边充满了犯罪，并且这些罪犯很多都具有着超能力。这样的话，队长组织了一个4人小队，想要找出幕后的黑手。其实这款游戏是有自己的漫画的，漫画里边的剧情更加的丰富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自己查找一下资源。主人公的4人团队在后来的卡普空很多游戏里边都有登场或者是客串。这里是第二关的 BOSS 新人杀手小施图尔姆，也可以叫施图尔姆2世。大施图尔姆在后面也有登场，就是双子的那一关，难度也很高。打这个 BOSS 用到了原地的摆刀，这个原理就来自于快打旋风。事实上，卡普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，就是玩家在一套平 A 的时候故意不出最后一段，然后持续的对 AI 进行打击。和快打旋风相比，本作的摆拳的技巧门槛更高，而且对忍者来说，面对不同的敌人，你使用摆拳的方式是不一样的。小兵的话就无所谓了，但是打一些 BOSS 的时候，咱们要利用到特殊的方式。第3关这里的小 BOSS 叫做武藏，他的武士刀是能够打断的。我记得小的时候很害怕这种敌人，因为有些情况下他会冲上来砍你，而且他的攻击范围在有刀的情况下是非常广的。第3关的场景叫做忍者之家， BOSS 叫做大和。大和和武神流也是宿敌了。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游戏当中主人公的流派一般都会给你安排几个宿敌，包括龙虎之拳、极限流，宿敌就是如月影二，还有藤堂龙白、藤堂香橙，父女2个。手里剑是忍者的特色了，但是手里剑的攻击力也一般。这里是 BOSS 战。如果说第2关的 BOSS 是新人杀手的话，那第3关的 BOSS 大和，很多小伙伴就表示到此为止了，因为这个家伙的攻击范围实在是太优秀了呀。打他的话，我有一个习惯，先把他带来的这个小怪五脏先清理掉，然后咱们在角落里边对他进行摆拳。节奏掌握的好的话，他是不会释放无敌那一下的。所以打他的方式和打第2关的 BOSS 差不多，都是找一个比较合适的机会，身位尽量和 BOSS 站的重合，然后左边2刀，右边2刀。刚才捡到的这个雕像，可能很多小伙伴看出来了，是快打旋风的哈格尔，而且咱们现在所在的战场也是地铁城，并且游戏当中也有武神流，所以本作和快打旋风用的应该是一个世界观，但是年代不同，科技水平看着也不一样。我刚才拿的一把晕枪，那把枪的设计理念可能是来自于《三国志2》晕锤儿，但是它没有晕锤好用。这里给了2台机器人，一个是喷火的，一个是喷冰的。机器人有3种，还有一种是用拳头的。反正我感觉都不太好用，动作比较慢。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判定是机器人的体重比较重，你跳起来可以压到敌人。这里是第4关马戏团 ，BOSS 叫做怪兽。打它有2种方式，一种就是1到2刀，然后一个 AB， 你砍多了的话就会挨打了。但是2刀之后一个 AB 不持久，所以说咱们可以1刀回头放一个 AB， 这样可以保证你的 AB 大概率打不到 BOSS。这样打的效率不高，而且操作量很多，容错率也比较低。但是对于忍者来说，这还是一个比较靠谱的攻略方式。打倒了怪兽，邪恶的博士逃跑了。第5关这个部分就算是一个奖励关吧，这里可以引发一个特别的 bug。开场之后，咱们向后跳就会停在空中，但是大家要注意，有一些敌人是可以打到咱们的，并且前方的一些广告牌也可以撞到。这关其实有一点像恐龙快打第3关，开车的那关。无论是关卡的类型，还是最后打 BOSS 的方式，都非常的像。第2个部分，咱们就要打博士本人了。博士的血量不多，几套平 A 就可以了。打他也可以使用摆拳，
付出最后一下终结技，打得会更快一点。第6关来到了实验室，电女真的是不错呀。电女的设定是姐妹，这个设定就又让我想起了快打旋风的毒药。明明只有一个角色，他非要说是2个人。这个场景敌人很多呀，对面很壮的那个金刚芭比叫做马尔迪亚，他的攻击手段还是非常多的。近身可以抓人，远程可以吐酸液。刚才我就被烧到了一下。这款游戏之前我给大家录制过超刃的版本，使用的是队长，可能很多小伙伴看过。超刃版相对于街机版来说，就是一个缩水的版本啊，同屏的敌人数非常的少。其实很多的街机游戏都移植过超刃的平台，包括名将，甚至还包括圆桌骑士、龙王战士等等。但是一般来说，缩水都比较严重。主要就是受制于家用机的机能限制，导致同屏的敌人数量有限。这种手持的导弹发射器效果还是可以的。本作的武器其实不少，有手枪，有机枪，有激光枪，还有光波枪等等。但是感觉最实用最好用的还是这种能够发射导弹的 AOE 攻击的武器，而且攻击力也比较高。前方就是双子 BOSS 战了，一个是大斯托尔姆，一个是德鲁克。这里如果是在街机平台想要把他们2个粘上还是挺困难的，但是咱们现在有自动连发，这样就简单多了。那好，本期时间差不多，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